男生从无限流闯关出来后，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于是找个好看的男人包养自己，提前过废物小白脸的退休生活。因此，当末世降临时，男人身边的小弟第一时间就想抛弃他，只不过碍于男人的命令，只能不情不愿地带上他一起逃亡。楚西恒没说什么，回房间拿双肩包收拾几件换洗衣裳，接着又去厨房拿了几袋调料往包里装。见状，万明整个人都不好了：“大少爷，你带这些干什么？”楚西恒知道万明这称呼是用来嘲讽自己的，不过并没在意，只说烤肉。闻言，万明两眼一黑：“我们是逃命，不是去春游，能不能清醒一点？要不是老大叮嘱一定要把人安全带到，他真想把这废物丢在这自生自灭。我好了，走吧。”楚西恒就一双肩包的东西，万明懒得多说，出门前给他一把斧头，拿着防身。楚西恒蹙眉，双手接过，有点重，不如武器卡方便。废物两字都到万明嘴边，却被硬生生憋回去。不管怎么说，这小白脸是老大的人，得忍住。随后他开门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没发现异样，这才在前面带路。楚西恒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一直到楼下都没遇到什么奇怪东西，但墙壁上随处可见一种绿色的液体，散发着刺鼻腥气。液体不仅难闻，还带着腐蚀性，若是碰到伤口上，还会感染变成怪物。去机场的路还是通的，我们快些开车过去。万明一边说一边打开车门朝里看了一眼，立即又砰的一声将车门关上。楚西恒探出头或丧尸，只见万明的车里，一个浑身发绿的人从副驾驶窗户爬进去，横在驾驶室里，身上的绿色液体滴得到处都是，是被一种咬了的感染者。他们行动迟缓，见人就咬，活人伤口沾这些绿色液体也会被感染。楚西恒疑惑问道：“一种？你只要知道现在这世界正在被各种怪物入侵，而那怪物又被上面的人称为异种。”万明带着他往前走，打算重新找辆车上路，随后叮嘱道：“不要被感染者抓伤，也不要去碰那些绿色液体，被感染后没法治。”楚西恒点点头表示知道，目前是没办法治，是因为现在的异能者觉醒的都是些基础技能，但随着时间推移，无限游戏世界跟现实世界融合的越多，出现的异种就越多。一些异种身上会携带技能卡，击杀后便能获得，其中有一些治疗技能是可以治疗感染。两人找了10来分钟，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上车没开多久便看到前路被断，一栋楼压在路面，车子根本无法通行。没办法，他们只得下车步行过去。原本开车到机场只需半小时的路程，两人硬是走了2个小时。只可惜他们刚到机场外，就看到一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起飞。楚西恒仰头望天，好像来晚了，楼速不会把我们丢下吧？万明心中一紧，当即有些恼怒，还不都怪你磨磨蹭蹭，老大丢下你无可厚非，但他绝对不会丢下我。话音刚落，他就惊恐地指着天空，那是什么？只见飞机上方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一道墨绿色的裂痕，裂缝里绿毛狼跟下饺子一样落下，有的落到飞机上，有的落到地上，接着飞机开始在空中打着旋，眨眼功夫就失去平衡，从天上掉了下来。机场里有很多人尖叫着跑出来，场面瞬间混乱不堪，不好，快找个地方先躲起来。万明说完便转身往回跑，也没管楚西恒能不能跟上，就近找了一家便利店躲进去。两人刚找了一个角落站定，一头1人高的绿毛狼在他们旁边一步之遥的地方冲破便利店玻璃门扎了进来。万明反应快，一个翻滚就窜了出去，独留楚西恒在角落里跟那头绿毛狼大眼瞪小眼。刚进便利店的人又尖叫着跑了出去，万明站在门口处一脸纠结地看着，楚西恒手里握着斧头，面无表情地盯着绿毛狼。在绿毛狼张开脸盆大嘴咬向他时，一阵枪声响起，一道高挑的身影从便利店外进来，他穿着一身黑色迷彩服，单手持枪对着绿毛狼，另一只手朝楚西恒扔出一把手枪。楚西恒扔了手中的斧头，将手枪捡起过来。男人声音低沉，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举枪射击的姿势帅得一塌糊涂。见状，楚西恒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愧是他精挑细选来的床伴，就是养眼。楼速打下绿毛狼一只眼睛后，就提溜着楚西恒的背包，带着万明撤出便利店。便利店外面的2头绿毛狼被异能者合力击杀，从机场里跑出来的人又被喊了回去，候机室的出口都被堵上，由异能者守着，普通人三三两两找地方躲藏。楼速带着楚西恒还有2个小弟也在其中。突然一个男人拿着喇叭喊：“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接着那男人便开口：“我叫好人，正好知道怎么对付这些绿毛狼。如今末世降临，我们人类要团结一心才能活下去，所以需要你们当中觉醒异能的人站出来，跟我们一起对付那些绿毛狼，保护普通人。”好人是一个身材健硕、长着一张国字脸、正气十足的男人，看年纪不超过40岁。他背后站了10多个人，都是刚才在外面击杀绿毛狼的异能者，加上守在出入口的那些异能者，统共也不超过50个人。要保护候机室里几千人还是非常困难。这时有人举手问道：“这一夜之间完好的城市变成断垣残壁，到处都是怪物，被咬到的人还会感染？”好人苦笑了一声：“这2年里一直有人在网上发布末世要降临的消息，可惜相信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的世界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今天凌晨开始跟一个无限游戏世界产生融合，而异种都是从那个世界入侵过来的。”那人继续问：“无限游戏世界那是一个游戏吗？”好人点点头：“2年前出现很多人口失踪案，那些失踪的人都是被选进无限游戏里闯关，闯关失败的人都死了，最后全世界只有121个幸存者从游戏里出来。现在出现的绿毛狼，在那个游戏里是力量最弱的一种，以后还会有很多更加厉害的一种出现。如果我们人类不拧成一股绳对抗的话，这个世界将会被一种毁灭。”话音刚落，人群纷纷开始讨论。的确如好人所说，2年前有很多人失踪，但没人会想到他们是被拉入无限游戏里闯关。这2
2年里陆续有人觉醒异能，也跟那个无限游戏有关吗？无限游戏是末世降临前给人类的自救机会。我们人类之所以有2年时间觉醒异能，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通关了无限游戏。好人提到那个通关的人时，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崇拜。万明问道：“请问好先生，你是那个游戏的幸存者吗？”好人微微笑正是。闻言，本来靠在楼素身上走神的楚西恒抬头看了他一眼，楼素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怎么你对他感兴趣？”楚西恒下意识歪了歪头，点评长得一般。楼素轻笑了一声，他倒是忘了身边这位看人都是先看脸的，刚才吓到了吗？楚西恒还没答话，万明赶紧解释：“不是他故意丢下，而是当时情况紧急，他连跑都不知道跑，实在顾不上。我知道他也不怪你。”楼素说完了才问楚西恒：“是吧？不怪你，我还要谢谢你带我来找楼素。”见他这么识相，万明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我也是帮老大，不过真建议你跟着我们练一练。末世前你不愿意动弹就算了，现在满世界的异种，老大未必次次都能及时赶到救你。楚西恒淡笑着看向楼素：“没事，你尽力就行。况且楼素很快就要跟另一个男主相遇，到时2人火星撞地球，满心满眼都只有对方，哪还顾得上他这个炮灰？”这时陆续有异能者从人群里走出去，楚西恒问到：“楼素，你们不站出去吗？”作为小说的男主之一，楼素当然也是一个异能者，且他还觉醒很厉害的特殊类异能，只不过之前没实战过，对异能使用还不熟练，不然刚才在便利店就可以单杀那头绿毛狼。不着急，先看看再说。好人安排好后，便穿过人群朝他们这边走过来。这位先生，我刚才看到你对付一种时枪法很准，你也是异能者吧？问完又转向旁边的万明跟韩冲，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们2个一个是力量觉醒者，一个是速度觉醒者，对吧？楼素不慌不忙问道：“你刚才说有关末世降临的事，你都会解答，现在还作数吧？”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好人直接把对楼素的称呼给换了。作数兄弟，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楼素没否认自己是异能者，他觉醒异能快2年，可异能却一直没变化。你说今后的异种会越来越强，那我们人类的异能要怎么变强？好人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有些异种会携带技能卡，将其击杀后便能随机获得一种属性的技能卡。如果技能卡属性跟觉醒异能属性相同，则可以强化异能；属性不同就只能去找别人换。楼素抓住重点继续询问，技能卡意思是还能得到技能。好人真是越来越喜欢他。他笑道：“每个人最少可以得到2个技能，一个体能方面的技能力量或速度，一个元素技能金木水火土风雷电等自然元素。觉醒异能后要有相应的技能，才能发挥异能的最大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类的技能，不管有没有觉醒异能都能使用，但可遇不可求，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这一番话说的万明都激动了，恨不得马上就冲出去杀异种。那这么说起来，技能也不难获得，只要杀的异种越多，我们就会越强势吗？好人却摇摇头，多杀异种没错，但异种不止掉落技能卡，它还掉武器卡。运气好的话，一连击杀10只异种都掉了卡片，但不一定会有一张技能卡，可能全都是道具卡。况且会掉落卡片的异种在前期是百中无一。万明抱怨道：“怎么又冒出个武器卡？掉率那么低，是要逼死我们吗？”一直神游天外的楚西恒插了一句：“技能跟武器同一个卡池10连还没保底。”楼素是见过他玩抽卡游戏，那手气黑到令人叹为观止，以免自己绷不住笑出声让他难看，赶紧转移话题：“武器卡都有些什么武器？”好人表情严肃，把该说的都说了后，才问楼素：“你们现在愿意跟我一起去外面击杀异种吗？”得到楼素同意后，好人便准备带他们到前面去，跟其他异能者一起商量分配任务。这时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惨叫，围在一起的人慌忙退开，就看到一个皮肤发绿的女人正在咬男人的脖子，男人的惨叫随着鲜血一起喷出来，场面十分吓人。好人走过去，拿着斧头一刀砍掉绿皮肤女人脑袋，接着又毫不犹豫地拧断那被咬男人的脖颈。他的速度太快，动作干净利落，让旁边的人都没反应过来。等回神时，只看到了2具尸体。人群里有人厉声喝道：“你杀人了！”好人手上的斧头还在滴着绿色液体，表情却是亲和谦逊。被异种咬或被感染者咬了的人都会被感染，唯有击杀才能避免。想要活下去，尽早习惯。比起那些被好人杀人给震惊到的人，楼素几人更惊讶的是，好人手上那把斧头刚刚明明拿在万明手上的。万明吞了吞口水，一副见鬼的表情。他是什么时候顺走的？起身过去时，斧头还在我手里来着。楼素惊讶了一瞬后猜测，可能是他的技能。楚西恒出声提醒无限游戏幸存者，那也太爽了吧，当初怎么没拉我进游戏呢？万明有些懊恼，他也想拥有这妖牛的技能。楼素没搭理，拉着楚西恒出了人群。这里人太多，应该还有人感染了没说，我带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楼素带着他在2楼找了间休息室，在这里等我回来，要是遇到危险就下去跟大部队一起，应该会留异能者在这里保护你们。楚西恒靠在门边上冲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在楼素转身要走之际，伸手圈住他的脖子，来了一个离别之吻。毕竟这一趟去，楼素就要遇到小说中的另一个男主，他们往后可能见不着了。吻毕，楚西恒一直盯着楼素的脸，做了个简单的告别。楼素也没多想，手指碾过他的唇，又说了一句等我回来，才关上休息室的门。楚西恒走到窗户边，伸出头看机场出口处，正好看到楼素他们一行人走出去，下方楼素似有所感，回头朝他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隔得不算远，楚西恒能清楚看到对方那张脸，大方地冲下面挥了挥手。老实说，他还挺舍不得楼素的，这2年来跟楼素相处得很愉快，不仅仅只是脸长得符合他心意，其他各方面都能达到完美情人的标准。只可惜这么好的男人却是属于另一个男主。等楼素他们走出很远，完全看不见，楚西恒才收回目光，在沙发上躺着休息。他睡眠一直不好，只有楼素在身边能稍微踏实点。楼素不在时，要么睡不着，要么就是做噩梦。可今天这4面楚歌的情况下，他竟睡着。迷糊间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尖叫，
他猛地睁开眼，就看到打开的窗户上赫然挂着一个绿毛狼的头，应该是从楼房上爬下来，正准备进屋。楚西恒轻叹一声麻烦，便翻身下沙发走到窗边。绿毛狼见他靠近，加快了动作，想挤进来饱餐一顿。楚西恒右手抬起握成拳头，砸向了绿毛狼的头，绿色液体飞溅而出，绿毛狼也随之掉到楼下，直接断气。楚西恒用沙发布擦干净手上的绿色血液后，又关上窗户，背上双肩包出了休息室。此时候机室已经乱套，天花板上被绿毛狼的液体腐蚀出一个洞，绿毛狼从上面跳下来，几十个异能者将候机室的人拦在另一边。破洞下方有一只绿毛狼的尸体跟几个死人。现在有一个精细异能者正在修补天花板上的破洞，但效果不理想，还没完全补上就又被上方的绿毛狼一爪子拍坏。楚西恒正看着，隔壁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引起楼下异能者的注意。他立即转身进了休息室，只见一个男人正在被绿毛狼撕咬，绿毛狼是从窗户进来，而那男人已经没气息。楚西恒面无表情地拿出手枪，将绿毛狼一枪爆头。他过去将窗户关上，刚关好就又有一头绿毛狼出现在窗户外。他没多管，转身出休息室，下楼跟大部队站在一起。接着听到人群里发出了抱怨声，什么异能者这么久了连一个洞都补不好，这些异种一只接一只的根本杀不完，一会儿洞口越来越大，我们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我想回家，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家里。我努力几十年才刚攒够钱全款买的新房。议论声越来越大，前面保护他们的异能者们听到，对方转过身用喇叭尽力安抚，会有办法的，大家不要恐慌，等我们的异能者多出去击杀一些异种，说不定就有人能制造出抵御异种侵蚀的房子，到时大家就能住进去，别灰心。虽然不确定，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那些人稍微消停了些，但还是有些没觉醒异能的不听劝，想要出去杀异种，以此来获得异能。一个穿着运动服背着登山包的高壮男人说道，刚才郝先生说过那些异种没有视力，他们是靠嗅觉跟听觉来找人的，只要我们小声一点看到异种就屏住呼吸，几个人围杀一只异种还是能做到的吧。这番话说出来竟还真能说动了几个人附和，守着他们的异能者也觉得这是个办法，他们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多杀异种获得技能，以此来获得自保能力。那异能者叮嘱道，既然你们有这样的魄力，那我就成全你们，现在想要出去杀异种的站到我身后来。运动服男人拉着身旁的女人率先走出去，接着又陆续出去了3个人，2男1女，最后楚西恒也背着双肩包慢吞吞地走过去，见身边站了6个人，异能者也没再问，给每个人都分发了一把手枪，随后以他为首带着其他5个人，包括楚西恒在内一起从正门出了候机室。6人小心翼翼地往前跑，一口气跑出去好几千米，确认周围安全的才敢停下来。其中跑得最快的是运动服男人跟他女朋友，然后一个高个子男孩紧随其后，楚西恒跟一个比他矮一个头的娃娃脸男生，还有一个小个子女生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躲进一家小商店后，楚西恒累得坐在地上，感觉都开始耳鸣。同样坐在他身边的娃娃脸男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你怎么比我还弱？这比我过去2年的运动量还大。楚西恒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累了这么一趟，他苍白的脸颊微微发红，衬得无可挑剔的五官更加耀眼，搞得娃娃脸男生都有些不好意思直视。多谢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出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石，是个健身教练。他说完还介绍身边穿白色运动服的女朋友，名叫小西，也是一个健身教练。剩下2男1女分别都是 A 大的学生。所有人介绍完自己便看向楚西恒，楚西恒真诚介绍，本地人体能很差，遇到异种跑不动时，你们可以丢下我，不用有心理负担。听他说完后，那3个大学生才表示要回家。见状，庄石忍不住骂道，你们有病吧，早点说我们就不和你们一起出来了。原本还以为有6个人一起出来杀异种，现在就剩下他和自己女朋友。他接着问楚西恒，你是出来杀异种的还是有别的目的？楚西恒一脸无辜，我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养老。最后众人一致决定先往南城走，不过在走之前决定搜刮商店填饱一下肚子，但最后也只找到3袋饼干跟2袋方便面。庄石撕开饼干袋，下一秒身旁的小西却尖叫着跳了起来，只见撕开的饼干袋里竟有一堆蛆虫，因为庄石撕袋子动作过大，虫子都飞出来掉满身，他当即将饼干扔出去老远，干呕着起身把身上的虫抖落到地上。见状，他们把所有没开封的食品都倒出来检查，发现里面都有虫子，周全难以置信，这些都是密封的东西，怎么坏成这样了？楚西恒声音慢悠悠响起，可能也是末世的现象之一，如果人类只觉得末世就只是一种入侵，便大错特错了。小西脸色煞白，拽了拽庄石的袖子，吃的都没了，要不我们先回机场再从长计议。然而他的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看到卷帘门上出现5道抓痕。周全分析，如果是一种抓痕上应该会带着绿色液体，卷帘门也会被腐蚀，但这个抓痕很干净。楚西恒有些惊讶，他竟能说出这番话来，看来这是个技术宅。这时卷帘门又被一个庞大东西撞了下，凹进来一大块。庄石到窗户处往外面看了一眼，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一只牛一样大的兔子在跟3头异种对打。周全满脸惊讶跑到窗边，然后光速缩回了高林身边。那只兔子要拆楼了，刚说完商店墙壁便坍塌了，瞬间他们的藏身之处就暴露在3只异种跟1只大兔子面前。好在那兔子挡在他们前方，异种攻击过来时都被他挡住，趁这个机会我们快跑。接着几人便跑了出去，异种应该是闻到他们的气味，攻击兔子的速度变快，兔子已经浑身是伤，眼看就要落败了。他们刚跑出来，大兔子就被一只绿毛狼撞进了商店，一栋小楼彻底坍塌下来，将兔子埋了进去。他们刚在车里坐稳，车屁股就被一头绿毛狼撞击，发出一声巨响。小西赶紧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他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看异种速度很快，好几次都差点扑到车上。庄石吓得满头大汗，从怀中摸出枪，伸出窗外朝后面追得最紧的绿毛狼来了一枪，他一枪打偏了，还吆喝着后座的4人，你们也打死一只算一只，说不定他刚好就掉落技能卡了。楚西恒道，我打不中就不浪费子弹了。正要掏枪的苏妍听到他这话也停了动作，是啊，我们
虽然有枪，可又没学过开枪，把子弹用完了后怎么办？这时庄石已经打出去3发子弹，一枪都没中，好在子弹逼的一种速度慢了些，他这才收了枪坐回位置上，心里憋着一团火眼，看一种被越甩越远，忍不住说道：一群废物，真不知道你们哪来勇气离开机场。不过楚西恒跟苏妍都没说话，一个是不在意，一个是不敢惹怒，毕竟还坐在人家找来的车上。高林不惯他，你给我们的勇气啊，你跟异能者说的那么慷慨激昂，我以为你一个人能干翻一头一种呢，没想到也是个嘴强王者。闻言，庄石愤怒地掏出手枪想对准他，你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看到他拿出手枪指着自己人后，小西皱眉道：庄石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他要专心开车，还要分心劝说庄石，多少有些烦躁。闹剧过后，苏妍开口道：我真的好问，你们不饿吗？说完，车子里的气氛便压抑起来。现在他们已经离机场很远了，想要开回去求助是不可能，可他们一点吃的都没有，别说杀一种，就算一种不袭击他们也会被饿死。这时沉默了许久的楚西恒开口：还是有吃的。刚才出现的那只牛一样的兔子，它应该是被末世影响变异，但没被一种感染，它的肉我们应该能吃吧？这话一出，让车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最先有反应的还是周全，哥们你这都能想到，只可惜我们走太远了，后面还有一种在追，也不能回去拾取兔子肉。虽然这只牛一样大的兔子我们错过了，可能下次我们就会遇到房子一样大的牛呢。像是印证了他的乌鸦嘴，前方路段上果真出现了房子一样大的牛，直接挡住了去路。庄石双手颤抖地握着枪打中牛的屁屁，却激怒了大黄牛，接着一头撞向车头。小西虽速度飞快，操控着车子往后退了半米，但车子也被拱熄火，根本开不了，下车分头跑。说完，小西就开门下车，动作迅捷，几人纷纷连忙下车。而楚西恒在最后还在座位上挪动时，车头前方的大黄牛突然被分尸，鲜血溅到车窗上，让他稍微顿了顿。这时后方的一群大黄牛冲了过来，高林喊了一声快跑，便拉着周全就要往前跑，可周全朝车内伸出手，不行，楚西恒还没出来，他话还没说完，一头牛已经撞到车上，让整个车子都往前移动了一截。接着牛抬起头，对着车子喷出一团火，当即点燃了车子。楚西恒刚挪到一半就被牛撞了一下，座位变形把他卡在座位中间，随后车子后方就被黄牛喷火给点燃。正准备让周全别管他先跑时，就感觉到有人在对着他们这个方向用技能，他便坐着不动。下一瞬，6人被转移到了100米开外的公路上，有没有受伤？没受伤的赶紧起来跑，牛群马上要过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6人齐齐抬头望去，庄石看到好任双眼都在发光。目前而言，好任绝对是本市异能者的首领，让他都敬佩不已。好先生，我们老大突然晕倒了，还在流鼻血，您快过去看看。万明慌忙从前方跑过来，接着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楚西恒，没好脸色，你跑出来干什么？真是个麻烦精。先别说这些，大家快点到前面去，路边有一个陡坡，躲到后面去就能避开变异牛群。好任刚才超额用了技能，脸色惨白。虽然他是游戏幸存者，已经拥有了特殊技能，可在无限世界里刷练起来的等级全被削了。现在末世大家都是1级技能开局，一行人马上跟着前面的手电光芒跑起来。等所有人都下了坡后，好任再度下令把手电关了，手电筒的光芒瞬间熄灭，山坡下方陷入黑暗。所有人匍匐在地上，等着牛群从公路上跑过去。牛群路过山坡的同时，不远处的汽车突然爆炸，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牛群被爆炸声吓到，轰隆轰隆的从公路上跑过去，地面都跟着在震动。震动声只持续了10几秒后，顺着公路方向越来越远，等完全听不到，众人才开灯，四处都有手电光亮起来，把山坡下面一大块地方都照亮了。楚西恒这才发现这里是一处临时营地帐篷，不远处有一条河，安静下来后能听到水流的声音。这位置选的还可以，天黑后野外是非常危险的，除了有随时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外，还有地上跑的变异动物跟水里游的变异鱼等等。因为出现了变异，先前的食物链被打破，变异鱼可以吞掉一头牛，变异兔子也能咬死鳄鱼，所以就形成了水陆交界地，水里的东西不会轻易冒出来，地上的东西也不敢随便靠近水边。这个营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好先生，求您快来看看楼先生吧，他的鼻血一直止不住，现在连耳朵跟眼睛都开始流血了。突然一道悦耳的声音自远处一个帐篷响起，把众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那是一个相貌清秀、身高不到1.8米、气质干净的男孩，即便灯光有些暗，但他的双眼却亮得让人感觉充满希望。这便是小说世界的另一个男主白景丽。闻言，好任起身安排完6人后，才朝白景丽那边走去。楚西恒听到是楼宿受伤了，想跟上去看看，结果被万明伸手拦住，你不准去，老大现在这样都是为了救你们，你这个害人精，往后离老大远一点。他身边已经有合适的人照顾了，他态度恶劣，似乎跟楚西恒有莫大的仇恨一样。周全见不惯刚认识的兄弟被欺负，从地上爬起来，骂谁呢？你谁是害人精啊？我们也不知道会在这里遇到危险，还刚好被你的老大救了，这是巧合。万明瞥了他一眼，才短短1天就找到新相好，那正好老大也打算回去就跟你说分手，现在他人在昏迷中，我帮他说了，从此以后你跟老大就各不相干，听清楚了吗？楚西恒面无表情，他亲口说要跟我分手的，对他亲口跟我说的，不过那时我们正在外面杀一种，现在他又昏迷不行，我直接转达给你，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你配不上我们老大。他说完就要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楚西恒也不想去。听白景丽刚才的话，楼宿应该没什么大事，是技能使用过度导致被迫升级的情况，虽然过程有些吓人，但熬过来他的技能就升级了。高林喊住万明，你刚才说谁是谁的相好，怎么难不成你也跟楚西恒一起，没算上你的份儿？你不高兴？万明的话还没说完，高林直接一拳将他打翻在地上，他爬起来后用几人肉眼几乎都捕捉不到的速度移动到高林面前，一脚把人给踹飞了，瞬间将人踢出血。这时好任返回来，正好看到万明打人一幕，呵斥你干什么？你是异能者，怎么能对普通人出手？然而呵斥声并没有让万明收敛，甚至冷哼一声，是他先动手的，就这种废物就是浪费异能，不如让那些大黄牛把他们吃了。说完错开好任就要去楼宿所在的帐篷，转身之前还不忘威胁楚西恒，我刚才说的话你最好记住，不然弄死你。楚西恒听到他这话眼皮都没抬一下，问
问好任楼宿情况如何。好任之前吩咐让人安排这几个人的住处也没人动，现在他们还被万明打了，心里怪不好意思的，就直接跟楚西恒说了，他没事是异能要升级了，可能要昏迷3天以上。我们找到的帐篷不多，你们6个人要挤2个帐篷，条件困难大家都克服一下。语气虽然客气，却是带着命令的。庄石率先开口，可以的，我跟我女朋友一个帐篷，他们4个一个帐篷。高林带着伤都忍不住嘲讽他，你还挺大方的，明明可以你跟你女朋友1人一个帐篷，让我们4个睡草地上，你偏偏还要让一个帐篷给我们。楚西恒跟周全和苏妍道，我们去帐篷吧，他受伤了需要休息。几人一起跟着好任去了最边上的帐篷。好任才突然想起来询问，你们是从机场出来的，为什么要出来？庄石有点欺软怕硬，好任一问就把自己的意图全盘托出，最后还忍不住埋怨了一把。楚西恒没理会，而是问好任，刚才汽车前面的牛突然被分尸是楼宿做的？好任点点头，不错，是他用异能把那2头牛杀死的，而你们从车子那边转移过来是我用的技能。快进帐篷休息吧，食物全都腐坏了，没东西吃，你们先忍忍，明天回去机场再想想办法。好任嘱咐完就准备走，他也饿得不行，想回帐篷里养精蓄锐。庄石却在这时开口，郝先生，刚才你们不是杀死了2头大牛在公路上吗？那些变异动物没被感染也没有腐坏，应该是能吃吧？好任听后顿时双眼一亮，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发现真是拯救了大家。庄石很不要脸的抓了抓自己的后脑勺，认领了这个荣誉。等好任走后，周全回头鄙视着庄石，你好不要脸啊，变异动物的肉能吃，这个想法明明是楚西恒想出来的，那他干嘛当哑巴不说呢？是我跟郝先生说的，就是我想到的，你们不服气就去找他说清楚。小西适当的劝说了庄石后，把人拉走。楚西恒开口，你们住吧，我就在外面坐着。说完就到四周捡了一些可以烧火的东西。苏妍看着脸色苍白的高林，我也不睡，高林受伤了让他睡吧。他都这么说了，周全自然没意见。将高林送进帐篷后，苏妍主动留下来照顾他，那周全就快乐的去找他的好兄弟了。高林从打开的帐篷门看到他欢快的背影，感觉又想吐血了，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周全追上楚西恒，一边帮着捡干柴，一边问他，兄弟，你跟那个异能者什么关系啊？他说话怎么那么难听？还有他口中的老大是个姑娘吗？楚西恒停下动作看了看他，我跟那个异能者不熟，至于他的老大楼宿是个男的。周全一惊，男的？那你跟他你们？楚西恒问，同性恋你没见过吗？周全呆呆的摇头，没见过活的。闻言，楚西恒有些同情高林，周全这眼力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高林当成一个活人。周全思维很跳跃，刚问完就开始为他打抱不平，你男朋友都没露面，那个姓万的凭什么跟你说分手？异能者了不起吗？要是我觉醒了异能，非帮你揍他一顿。楚西恒若有所思的问他，你也觉得应该他本人对我说了才算是吧？那是自然啊，你们2个人的事，万明他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楚西恒想了想，觉得的确应该这样，那我就等楼宿醒来。本来在机场分开，他觉得跟楼宿之间已经是永别了，谁知道这才1天不到又遇到，那就当面道个别，给他们这2年的伴侣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好任他们没多久就回来了，还亲自给他们这边送了2大块肉过来，每个帐篷的人都会分到1大块，你们要是不够吃再到前面去找负责人要，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说完就急着走了。周全快速将大的那块肉站起来，然后跟庄石和小西划清界限，我们4个人要大的这块肉，火是楚西恒生的，你们不准用。其实他心里是很感谢小西的，可谁让庄石那么恶心人呢？凭什么你们要大的一块？要不是小西，你们还有命来这里吃烤肉吗？我们要大的那块，还要你们给我们烤好快点。在庄石眼中，这4人里最厉害的就是高林，可他现在已经被打趴下，剩下3个可以随便拿捏。楚西很懒得跟他掰扯，蹲下从背包里拿出小刀，将肉割成小块，串在刚才砍回来的树枝上，悠闲的烤了起来。1天没吃东西，他真的饿了。见状，庄石以为他是怕了，得意的哼了一声，拉着小西在旁边坐下。周全用更大的声音哼回去，在楚西恒左边坐下。高林不需要苏妍照顾，就冲帐篷外面喊道，周全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帐篷只能容纳2个人。周全进去后，苏妍便出来学着楚西恒的样子，串着牛肉放到火上烤。楚西恒烤肉很认真，甚至从背包里拿出佐料撒上去，最后却还是烤糊了。他无奈地盯着那块肉，再一次承认自己这方面是一点天赋都没有。烤好了给我吧。庄石伸手抓住串着烤肉的树枝，哟，还有佐料呢，闻着真香。苏妍接了话，是啊，楚大哥，你竟然还带着调料，想得太周到了。楚西恒冲他笑了笑，然后转过头看向庄石，双眼瞬间冷了下来，放手。庄石被他这冷不丁的一看，心里还有些发怵，不过想到楚西恒一整天都是柔弱模样，瞬间又硬气了起来。是你该放手才是，这不就是你给我们烤的吗？那边还有你继续烤着，我们吃饱了你再吃。哎呦，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楚西恒拿着树枝扭了一下，速度非常快，庄石都没看清。接着他抓着手痛哭出声，面对男主小弟不断挑衅，男生直接一招将他毙命。就在他们解决内部矛盾，吃着烤肉时，万明直接过来问楚西恒要全部的调料，同时跟着他来的还有白锦丽。他微笑着看向楚西恒，目光很诚恳，楚大哥，我听万大哥说你带了调料，我们就想过来找你借一些，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闻言，万明立即将话接了过去，跟他这么客气干什么？要不是我们他们现在哪有命在这吃烤肉？周全出来拿烤肉，听到这话他忍不了，就我们的是楼宿和郝先生，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万明抬起拳头想打他，白锦丽见状赶忙拦住，我们现在是有求于人家，你别这样。再说了，就他们的确是楼先生跟郝先生，我们没出什么力。闻言，万明收回手，那是你预知到有危险，我们才猜测这附近还有幸存者需要救，不然哪能这么及时救他们？看得出他是很听白锦丽劝。楚西恒直接从背包里拿了个密封袋出来，将每种调料分出1人份的给白锦丽。看到那个分量，万明整张脸都黑了。楚西恒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打你？不过最后被白锦丽给劝走。由于好人他们回机场传递消息还没回来，临时营地暂时不用挪动，加上楼宿还没醒，第2天大家都还各自待在帐篷里，饿了就在帐
帐篷门口继续烤变异牛肉吃。不过由于拿佐料这种事被楚西恒当众下面子，万明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睡醒起来囫囵吃了2块牛肉，他便去楼宿的帐篷看了眼，接着就去找楚西恒。楚西恒，你跟我走一趟，老大昏迷前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昨晚是我太冲动，顺便给你道个歉。万明到楚西恒帐篷面前时，他还靠在帐篷边上打瞌睡。昨晚楚西恒、周全和苏妍都没有进帐篷休息，让受伤的高林自己睡在里面。万明声音不小，把3个人都吵醒。最先开口说话的是周全，不行，你要说什么就在这里说，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万明真是烦死他了，一个没有觉醒异能的普通人竟敢在他面前叫嚣。我跟楚西恒说话有你什么事？他视线掠过周全，再次用命令口气跟楚西恒道，让你跟我走，听到了没？你要是不想知道老大给你留了什么话，那我走了。楚西恒奇怪地看着他，楼宿是要死了吗？还要你来转达遗言？万明最见不得谁说一句楼宿的不好。楚西恒，你别给脸不要脸，老大很快就会醒的。闻言，楚西恒还是坐着没动。那你这么着急做什么？我等楼宿醒来自己问他就是了。周全听了他的话，点点头。没错，他们的关系肯定比你跟楼宿关系更亲近。有什么话需要你来说吗？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小子我忍你很久了。我跟楚西恒说话，你们少管再多嘴我就打死你。说着伸手抓住周全的衣领，直接将人从地上提了起来。放开他，我跟你走就是了。楚西恒慢吞吞地站起来，起身才发现腿还有些麻。他顺势捡起一根昨晚烤肉用的木棍撑着。万明见他松口，直接将周全扔到地上，将人摔得七荤八素。待楚西恒离开前，还指着周全，别跟过来偷听，不然我绝不会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周全不敢去偷听，但他不怕死，冲楚西恒喊，兄弟别走太远了，他敢对你动手就大喊，我一定会过来救你的。闻言，楚西恒笑着点点头，然后跟着万明往树林里走。穿过树林10多米处就是一条河，好人说过不要靠近河边，你故意把我带过来安的什么心？万明。楚西恒虽然在质问，却并没有停下脚步。万明回头看了他一眼，暴躁道，让你跟着就跟着，哪来这么多废话？他故意把楚西恒带到河边，打定主意要让河里变异鱼将楚西恒一口咬死。此时看到河，万明内心开始激动，你快点磨磨蹭蹭跟个娘们一样。楚西恒看到河流后停下了脚步，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再过去会很危险。万明回头看着他一脸邪笑，有老子在你怕什么危险，赶紧的。说完转身回来，强行把楚西恒拽到河边。楚西恒由着他拽也不反抗。等到了河边，万明拿出匕首把手掌划开一条口子，然后对着河流让血落到河水里。他怕楚西恒被吓跑，割破手掌后就腾出一只手拉住，你活着只会拖累老大，现在有白先生陪在老大身边，你就别出来碍眼。他一边说话一边盯着河里的变化，这条河还是挺宽的。万明选的这个地方正好处于水洼处，水流不大，有东西出现在水里能一眼就看到。楚西恒倒是没挣扎，楼宿真要跟白锦丽在一起，我当然不会缠着他，你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把自己搭进去不值得，只要你死了，对我来说什么都是值得的。刚说完，万明就看到水中出现了个人形大的黑影，他脸上露出了癫狂的笑容。等那黑影循着血腥味游过来，即将出水面的那一刻，便双手抓住楚西恒，想要将他送到变异鱼的嘴里。哗啦一声，一条浑身灰黑的大鱼冲出水面，大嘴张开，上下2排锯齿露出来。万明看得心里一颤，下意识想往后退时，才发现他根本拉不动楚西恒。他转过头，不可思议地盯着楚西恒，却发现对方双眼寒冷如冰。楚西恒冷冷地扯了扯嘴角，都劝你别把自己搭进去了。接着抬手朝着那怪鱼勾了勾手指。万明后知后觉地瞪大双眼，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那飞出水面的怪鱼一口咬住脑袋。看到怪鱼尖利的牙齿穿透万明的脖子，楚西恒眼睛都没眨一下，然后他拿起手中那根一头削尖的棍子，将怪鱼脑袋戳了个对穿，温热的鲜血喷到了他脸上。就在他刚想把鱼跟万明的尸体一起推进河里时，后方响起了白锦丽的声音。闻言，楚西恒转过头，看到白锦丽扶着一脸病态的楼宿时，他惊讶地挑了挑眉，楼宿竟然这么快就醒了，不愧是男主之一，连异能自动升级的时间都比别人短一半。万大哥怎么了？这条鱼是楚大哥你引来的吗？现在万明死了，鱼也不动弹。楚西恒后退2步，用行动表示跟自己没关系，然后一直盯着楼宿。楼宿也一样看着他，然后将手从白锦丽肩上拿开，摇晃着走过去。他虽然醒了，但太过虚弱，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好不容易到楚西恒面前，身体一软朝前方扑过去。楚西恒下意识伸手抱住了他。楼宿轻笑了一声，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道，还以为你不会接住我。楚西恒盯着他没说话，楼宿则伏在他身上稳住自己，然后抬手擦掉了楚西恒脸上被喷溅到的血迹。无他，楚西恒这模样看着太勾人，不想被其他人看到。白锦丽见2人抱在一起半天不分开，皱眉喊道，楼哥楚大哥，你们快过来，河里有东西。楚西恒刚把大鱼杀死，他的血的确会引来更多河里的变异生物，于是他把楼宿的手臂拿起来搭在肩上，拖着走到了树林中。他们刚离开河里，就冒出3条大鱼，将死掉的鱼尸连带着万明一起拖入了河中。没一会儿就看到河水里腾起一团血雾，快速蔓延开。白锦丽应该是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法有歧义，又换了个问法，楚大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条大鱼是你杀死了吗？楚西恒搀扶着楼宿走得并不快，满脸真诚道，是万明用自己做诱饵，拿他的脑袋限制住大鱼的行动，我才有机会偷袭大鱼的。万明为了让大家换换口味，连命都不要，只可惜最后那大鱼还是没能拖上岸。白锦丽表情有些绷不住，这种逻辑不通的理由也亏他说得出来，想法还萦绕在心头时，就听楼宿低沉的声音响起，我相信楼宿都这么说了。白锦丽在追问，怕会惹得楼宿厌烦，他识相的跳过了这话题，靠到楼宿右边去，也不管2人同不同意，就自顾自伸手要去抬楼宿的手臂。楼宿躲了一下，没让他碰到。多谢白先生，刚才麻烦你扶我过来，我是怕西恒靠近河边会遇到危险，现在有他扶着我就行。闻言，楚西恒有些奇怪的看着他，这什么情况啊？因为他这个炮灰没有成功死去，成了2个男主恋爱的一环。快要到营地时，一群人站在前方等着。
最先冲过来的是楼宿另一个小弟韩冲。老大，你们回来了，楚西恒，你放开老大万明吧。说着，他上前把楚西恒挤开时，周全也从远处跑过来。兄弟啊，你终于回来了。他们都说河边有怪兽，你没事吧？那姓万的没欺负你吧？说着就拉着楚西恒空着的手臂上上下下检查。楼宿微微眯着眼，紧盯着他每一个动作。楚西恒在这时开口道：“万明死了。”让吵闹的场景瞬间安静。韩冲冲过来，抬手指着他：“你说什么？谁死了？再敢乱说，我打烂你这张嘴！”见他这么激动，白锦丽轻轻拉了拉他的衣服：“韩大哥，你冷静点，楚大哥说的没错，万大哥真的死了，在河边被一条变异大鱼咬死的。”楚西恒听到他这一句话里出现了3个大哥，觉得这人有什么大饼，见谁都喊大哥。白先生，我麻烦问一下，您今年贵庚啊？白锦丽能明显感觉到他话里的嘲讽，但他没有生气，微笑回答：“我今年23岁。”楼宿开口：“西恒今年才22。”闻言，白锦丽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是吗？那是我眼拙了，没看出来。”楚西恒笑了笑：“我倒是看出来了。”说完，扶着楼宿往前走，回头跟周全道跟上。闻言，周全还有点懵，但还是跟在他后面。兄弟，那姓万的真死了，报应来得这么快。他为了让大家能吃上一口鱼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往后我们吃鱼时，在心里为他默哀2秒钟吧。这轻佻的态度让楼宿不禁多看了他一眼。其实就楚西恒这瘦弱的身板，即便是万明真的控制住了那条变异鱼，他也不见得能杀死。而且据他了解，万明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万明跟楚西恒遇到危险，第一想法就是把楚西恒推出去，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绝不会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这其中肯定还有隐情。他相信楚西恒不会主动害万明，倒是万明故意带楚西恒去河边其心可诛。巨型蓝色甲壳虫变异，直接对人类发起攻击。此刻的楚西恒被吵醒，睁眼就发现楼宿在外面跟众人对峙，外面是韩冲联合其他异能者，要楚西恒把早上河边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他不相信那是一个意外，坚持认为万明就是被害死的。楼宿站在帐篷前，冷着脸看向韩冲：“那你可想过，万明一个异能者带着没有觉醒异能的楚西恒去河边，他的用意是什么？若不是他们末世前认识，说好要一起在末世闯下去，他现在都不会对韩冲留情，直接打倒完事，更不会跟他解释这么多，简直浪费时间。”周全顺着楼宿的话道：“郝先生说了，让大家不要靠近河边。万明肯定是想害楚西恒，结果翻车。你是万明的好兄弟，现在他死了，你应该代替他给楚西恒赔不是才对。”听闻两人的话，但凡长了脑子的人都知道万明是居心不良。作为一个异能者，害人不成，反而成了变异鱼的口粮。现在还要喊这么多人来这里丢人现眼。有人觉得尴尬，摸了摸鼻子，随便找个借口走了。转眼间就留下韩冲跟白锦丽。韩冲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些一起来讨公道的异能者们，心想到底都是些不太熟的，根本就是来凑热闹。白锦丽认错倒是快：“对不起楼哥，是我没想明白，误会西恒，等他醒了我会跟他道歉。”见他妥协，韩冲气得不行：“老大，你是执意要维护那个废物小白脸，完全不追究万明的死因是吗？”楼宿看穿了他的意图：“怎么你要跟我散伙？”韩冲红着眼，深吸一口气，咬牙威胁：“如果你选楚西恒，那我们以后就分道扬镳，各自安好。”楼宿毫不犹豫地说出选楚西恒，都没给韩冲挣扎反悔的机会。韩冲狠狠喘了2口气，一句话没再多说，转身就走。白锦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以为楼宿跟韩冲和万明是过命的交情，现在看来是韩冲和万明有些不识抬举了。刚转过身就跟一个路过的异能者撞到一起，下一瞬他清秀的脸变得苍白如纸，还没来得及说话，楚西恒突然拉开帐篷钻出来，他背上双肩包，快走一种来了。这话是跟楼宿说的，声音并不大，只有他跟旁边的周全听到了。两人还没做出反应时，就听到白锦丽大喊：“大家快离开营地，有很多异种会从地下爬出来！”楚西恒皱眉冲周全喊道：“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叫高林跟苏妍跑啊！”周全回过神来，连滚带爬的朝他们住的帐篷跑过去。见状，楚西恒觉得他应该搞不定，打算跟过去。楼宿一把拽住他的手腕：“我跟你一起过去。”还没走远的白锦丽上前喊道：“楼哥别过去，浪费时间，异种马上就出来了。我刚才碰到那个人，看到他被一堆蓝色虫子分食殆尽，这次的异种跟昨天的绿毛狼不一样。谢谢提醒，你们快走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追上刚才的那个异能者，也提醒他一声。”楼宿说完，拉着楚西恒头也不回的走了。白锦丽表情复杂的看向楼宿的背影，不过也没有再继续纠缠，觉得楼宿太感情用事。看了楼宿的背影一会儿，便收回视线，快速朝山坡上跑去。这时楼宿的帐篷轰然倒塌，5、6只篮球大的蓝色甲壳虫从里面爬出来。楚西恒被楼宿拉着，脑子里满是疑问：男主出现了，为什么楼宿还要和自己这个炮灰继续纠缠？难不成因为他没在该死的时候死去，所以剧情崩了？他们跑回帐篷旁边时，苏妍因为听到前方吵闹，出于警惕，将帐篷里养伤的高林扶了出来。发生什么事了？周全一路跑过来，累得气喘吁吁。有一种，我们快走去山坡那边跟异能者们会合。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后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转头便看到一大群蓝色大甲壳虫朝这边爬过来。他头皮发麻，跟苏妍一左一右的扶着高林往反方向跑。庄石和小西也听到周全的鬼叫从帐篷里出来，看到对面爬来的甲壳虫，直接拔腿就跑。你跟他们一起跑，我上后。楼宿放开楚西恒，在他后背上推了一把，让他能跟上周全他们。然后他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不远处的甲壳虫开枪，一枪一支打得非常准。楚西恒看了一会儿，觉得他完全能应付，就没再多管，去帮着周全他们一起照顾高林。因为甲壳虫是从营地下方钻出来的，他们几个往这边跑，再次跟异能者大部队分开。楼宿一个人开枪打倒了10几只甲壳虫，逼慢了他们的速度，就快步跟上了几人，朝河边跑。这些虫子应该不敢过去，几人都同意，唯独庄氏不赞同。听说河里有怪物，我们过去岂不是被前后夹击？周全累得要死，还是忍不住抽空对了他一句：“你可以不去。”庄石要发作，被小西拉住，只要别太靠近河边是可以的，等这些异种离开我们再走。他们在前面跑，甲壳虫在后面追，直到距离河边还剩下1、2米时，水流
声已经很清晰，甲壳虫才停下，原地盘旋了好一阵才慢慢撤走。几人在地上坐下来，不仅要防着前方的甲壳虫，还要注意后方水里有没有东西冒出来。好在他们都没有受伤，身上没血腥味，水里的变异鱼一般不会冒出水面来攻击。周全身体往后仰，用双手撑着，这一种怎么还一天变个样啊？昨天不是绿毛狼吗？今天怎么就换成蓝色甲壳虫？西瓜大的甲壳虫啊，我做噩梦都没见到过。高林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回了他一句：那你今晚的噩梦里就全是他们。楚西恒靠在楼素身上，听着他们说话没有插嘴。昨天末世降临，今天就出现了蓝色的异种，末世果然是以一种要灭掉全人类架势来的。对了，楚西恒，你刚才在帐篷里是怎么知道会有异种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那个白锦丽听说是有预知异能，难道你也觉醒了这方面的异能吗？闻言，楼素也微微侧头看向他，刚才急着跑路，他也没来得及问。白锦丽的确有预知的能力，可刚才异种出现之前，楚西恒是在白锦丽之前提醒他们的。我倒是想，只是有一只瞎眼虫子钻进帐篷里，被我用睡袋罩住了。楼素听后，好看的眉头拧紧，心中一阵后怕的问他：那你怎么不叫我？闻言，楚西恒一脸莫名的看着他：我没叫你，我们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这时庄氏厚着脸皮的挪到楼素旁边，眼前这几个人中只有楼素一个异能者，他就是想讨好异能者。楼素还没来得及回应庄氏，周全就在一旁道：别巴结了，楼先生是楚西恒的男朋友，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心里没点数吗？小西也觉得庄氏这行为有些丢人，一把将人拽回去。几个人聊了一会儿，没再听到甲壳虫爬动的声音。周全伸长脖子朝前方看了一眼，原本的树林因为被甲壳虫光顾，都被腐蚀殆尽，现在视野可宽阔。那些怪虫子好像跑远了，要趁现在离开吗？再等等。楼素直觉告诉他危险还没有过去。闻言，几人坐着没动过了大概10分钟的样子。前方的空地上突然裂开一条缝，又有新的甲壳虫从地底钻出来了，估计是新出来还不知道这里的地形。竟有些甲壳虫朝着他们爬过来，顿时枪声响起，可除了没开枪的楚西恒，其他人根本打不中。虽然甲壳虫个头大，但行动敏捷，他们没有练过这么打根本就是浪费子弹。楚西恒见楼素打得准，就把自己的枪也给他，让他双手持枪打虫子。你们别打了，把子弹给楼素留着吧。周全三人很听话，立即就停了。除了庄氏非要在楼素面前表现一下，结果他枪里的子弹在昨晚打绿毛狼时消耗了些，现在又打空了许多枪，一会儿就没子弹了。子弹打空，他也没能杀死一只异种，他气得直接将枪扔出去，砸到了一只甲壳虫。那只甲壳虫像是被挑衅了般朝着他这边冲过来，庄氏吓得直接躲到小西身后。小西无奈的朝天翻白眼，一声枪响，楼素打死朝着庄氏冲过来的甲壳虫。接着就听他说到两清了，意思是还了庄氏开车救楚西恒那一次。庄氏大脸通红看向楼素那边，但见他将楚西恒护在一个最安全的位置，这让庄氏无比妒忌。楼素用完了所有手枪的子弹，虽然前面的甲壳虫尸体已经一堆，但还有甲壳虫不断从地下钻出来，他没有时间将手枪还给几人，就直接扔到地上，都捡起来带着，之后找到子弹还能继续用。说完，楚西恒就先弯腰捡起了枪，这让扔了枪的庄氏脸色更难看。还能找子弹这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周全本来还很担心，下一秒就见没了手枪的楼素一样能大杀四方。前排那些被他用子弹擦伤过的甲壳虫直接被杀了个干净，捡石头砸那些虫子，他们是普通人，别说准头不够，就算砸中了也不可能砸死的。但楼素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只能照做。我不需要你们将虫子砸死，只要有一点擦伤就行。这就是楼素的技能瞬杀，只要一种身上有损伤，他就可以发动技能直接一下杀死。昨晚的变异大黄牛跟刚才前排的那些甲壳虫都是他用瞬杀技能杀死的。几人齐心协力又杀死了几十只甲壳虫。这时底下裂缝中终于不再爬出新的虫子。在楼素杀掉最后一只甲壳虫时，半空中出现了一张闪着蓝光的跟扑克牌一样大小的卡片。庄石激动道：是技能卡吗？大家都没见过，谁也不能确定。周全有些感慨，这么刺眼应该是吧，这杀了有上百只的一种，才掉这么一张，这掉率真是低的离谱。真的是技能卡，我有技能卡了。说着庄石几步冲上去要拿技能卡，楚西恒都来不及出声阻止，还是楼素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危险，快回来。话音刚落，一只甲壳虫从天上飞来，直接用尖利的前脚刺穿了庄石的脑袋，甲壳虫的脚从他的后脑直接穿到额头。小西尖叫一声，随后双手捂住嘴巴，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因为过度使用异能，脸色有些苍白的楼素再度抬起手，杀掉了那只还停在庄石脑袋上的甲壳虫。周全几人都吓傻了，谁都没有说话。此刻男生看到蓝色的卡片忍不住皱起眉，一把宣纸做的伞，他真是不止油纸伞，连遮雨都做不到，唯一的用处大概就是遮太阳。楼素开口道：先放着，要用时再研究。闻言楚西恒微微挑眉，他这个想法很聪明，现在是现实世界才刚刚开始和无限世界融合，这些在游戏世界里没用的东西，说不定以后真有用。楼素征求几人意见先离开，其他几人选择听他的，就连小西都没有说什么。他在旁边摘了一朵野花放到庄石身上，然后擦干眼泪，示意几人可以走了。被甲壳虫袭击临时营地已经完全面目全非，看到地上那些行动轨迹，所有的甲壳虫应该都是去追大部队。楼素看了看后决定往反方向走，楚西恒倒是无所谓，他原本是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养老，可现在事情发展好像跟梦里的小说世界不一样。楼素身边没有另一个男主，他打算再看看。高林抬头望了一下天空，然后道：一直走可能就到苏妍家了，正好我们也从这边回去。然而苏妍却并没高兴多少，刚刚才看到庄石轻易就死在自己面前，他简
简直不敢想象父母还有没有命活着。小西察觉到苏妍的情绪，出声安慰。周全跟高林对视了一眼，他们同样担心自己的家人。周全有些好奇，楼哥楚西恒，你们是本地人吧？你们的家人呢？我父母已经过世了。西恒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我就是他的家人。楚西恒没料到他会这么说，而且他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这事儿，好像是他们刚认识的那会儿随口提了一句，之后就没再说过关于自己的家庭问题。楼素却一直记到现在。他们沿着河边走了很久，没再遇到一种。天黑之前，他们进了城，还在公路上看到几辆车。这时小西却开口向他们道别：“我自己开车回机场，你们回家吧。”他这个决定让几人都惊讶不已。小西姐，你说什么呢？你一个人怎么回去？要是路上遇到异种和变异动物怎么办？小西的态度很坚定。这几人都是有目标的，他们要去找自己的亲人，他就不跟着去冒险了。回机场跟大部队一起才是最好的选择。告别了小西，5人坐在一辆车里开往苏妍的家，一路相安无事。苏妍家住的是别墅，进别墅区时，四周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异种也没有人。到苏妍家时，在外面就能看到屋内黑漆漆的，他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高林看到了他的表情，开口安慰：“我们这一路进来看到的别墅都是好的，这里应该没有遭到一种袭击。”苏妍点点头，带着几人进了家门。他打开灯，立即就冲向主卧去寻找父母。其他人在客厅警惕地查看情况。周全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拿起正要喊苏妍出来时，突然看到纸条下方的红色痕迹，他赶忙将下半截撕下来塞进兜里。楚西恒看了一圈屋子后，正好看到了他这个小动作。周全调整好情绪，语气激动地对主卧里的苏妍喊道：“苏妍，快出来，你父母给你留了纸条。”闻言，苏妍红着眼睛出来，双手接过他手中的纸条：“你父母说他们跟着军队撤离了，这下可以放心了吧？”苏妍擦了擦眼泪，笑着点点头：“楼上楼下的房间你们随意住，我就去住主卧。虽然知道我爸妈安全了，但我还是有点想他们。”说完又笑了笑，进了房间。周全等他关上房门，才让几人凑到一起，小声道：“苏妍的父母应该出事了。”说着，他从兜里将刚才撕下来的纸条拿出来给其他3人看。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周全撕下半截也不影响内容。”所以苏妍并没看出异样。那半截纸条上面是红的发黑的血迹，应该是苏妍的父母出事了才给他留的纸条。血迹明显有擦拭过的痕迹，但看起来还是太不正常。我怕他崩溃，所以悄悄藏起来了。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好啊？楼素并没觉得他做的不对。现在是末世，即便苏妍的父母真的安全，他们也不见得能再见面。那就让苏妍以为他们还好好的活着，没什么不好的。高林跟周全2人睡沙发，主卧房间则是留给楼素和楚西恒他们2个。一天过去了，楼素终于找到机会问出这句话：“跟我说说吧，为什么从机场跑出来？”闻言，楚西恒微微皱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如果末世来临时他没做那个梦，他会乖乖在机场等着楼素回去。可这是一个小说世界，2个男主遇到了，眼中就只有彼此，哪有什么道理可言？况且他还是一个开局就该死的炮灰，自然不想卷入主角团的纷争，免得像找个地方养老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想了想，楚西恒最终还是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养老，奈何却天不从人愿啊！跟着我就是最安全的。”楼素没有问他为什么，因为从认识对方开始，他就发现对方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尽管这是末世楚西恒说出来的话非常不合时宜，也没有泼冷水，相反他是愿意帮助楚西恒的。楚西恒突然换了话题，万明说：“你要跟我分手。”尽管他相信楼素没有说过这话，但还是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意思。楼素在黑暗中盯着他：“要分手我会亲自跟你说，不会让任何人转述，你不可能听万明胡说的，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楚西恒轻笑一声：“楼先生别说的跟你好像很了解我似的。”见状，楼素一把将他拉到自己怀里抱着：“这世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吗？”楚西恒顺势回抱着他，将刚才的话题都接了过去，谁也没有再深究。楼素躺到床心里，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楚西恒还是跟2年前刚认识的时候一样，防备心很重，一句真话都不跟他说。可越是这样，他就越发着迷，想要把楚西恒伪装一层一层剥开，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城里的人都撤走了，别墅区里一整夜安静的令人心慌。早上楚西恒是被热醒的，他推了推还紧紧搂着他的楼素，然后下床到窗边看了一眼，然而伸手摸到窗框时烫得他痛呼了一声。楼素走过来拉着他的手看，见他白净的手心里烫出了一条刺目的红痕。我没事，外面的太阳有问题，这窗框都晒烫了。楚西恒说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才早上6点钟，我以为中午了。2人对视一眼，开门出了房间。高林坐在沙发上，而周全则是整个人都快钻到冰箱里去了。他把脑袋从冰箱里拔出来问楚西恒：“你们醒了这么热，你们是怎么睡得着的？我到半夜就热得不行，这难道也是末世的一种现象？”高林皱眉道：“现在所有一切不正常现象都是因为末世降临，以后别问这种白痴问题。你火气这么大做什么？让你来冰箱里降温，你又不肯。”周全正嘚瑟时，突然啪的一声，冰箱没电了。他关上冰箱门去按客厅的开关，然后绝望道：“终于停电了，末世把这个 bug 补上。这屋子里太闷热了，我们还是赶紧启程吧。”接着他又从冰箱里拿了冰块出来，给高林和楚西恒他们一人分了几块。楼素没反对这个提议。周全到主卧门前敲了敲门：“苏妍，你醒了吗？我们准备走了。”下一刻房门就被拉开，苏妍没想到他就站在门口，被吓了一跳。接着他脸上闪过一丝慌张，而后只将门开了一条缝，身子从缝里挤出来，没让周全看到卧室内的情况。可就在他开门的瞬间，周全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自觉皱了皱眉，但他怕说出来不礼貌，就忍着没吭声。苏妍身上背了个包出来，就顺手把房门关上。见状，周全也没说什么，走到沙发那边去扶着高林，几人准备离开。苏妍走在最后一步，3回头的朝主卧方向看过去。楚西恒觉得他这个行为有些奇怪，便问道：“舍不得走吗？”苏妍有些惊慌：“没有走吧？”话音刚落，出门的周全又拖着高林回来：“走不了一点，外面太阳太毒了，你们看我这手。”周全左手拿出来，手背上面竟然一片发红，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水泡，像是被烫伤了一样。还好我先伸手出去晃了一下，不然我跟高林直接走出去，现在可能浑身都被晒伤。他的手现在都还跟火在烧一样。接着轻车熟路的去打开冰箱，将手放了进去。楚西恒扯了扯身上的衣裳：“那就等到下午看看太阳落山后
后会不会好一点。他也不想走，尤其是天气这么热时，他就想躺着一动不动。这么想着，他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楼素绕过他，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的炎炎夏日，脸微沉。高林有些担忧，周全一直盯着他的动向。苏妍背着包又坐回沙发上，看起来心事重重。周全的手不那么难受了，他从冰箱里拿出来嗅了嗅，难道我的手晒焦了？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其他人还没说话，苏妍反应极大的站起来，没有，你的鼻子出问题了吧？楚西恒再度看了一眼他，然后将目光落在了主卧方向。主卧里有什么东西吗？你为什么这么紧张？苏妍明显不太对，他都注意到了，也不可能当作没看到。被这么一问，苏妍更慌了，嘴上说着没有，可身子却不自觉地起身过去，挡在了主卧门口。周全越靠近主卧，感觉那股味道就越浓。说起来，这股子臭味好像就是从主卧里传出来的。苏妍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苏妍咬着下唇，这下却不知道要怎么辩解。楚西恒轻声问道：“是你父母在里面吗？”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朝他这边看过来，满脸的不可置信。苏妍却在这时候哭了起来：“对，是他们在里面，只不过我妈妈已经死了，我爸爸……”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就被哭泣声代替。